2021是否会是中国海军下饺子造舰的最后一年？这种说法的根据在哪里？且听详细分析。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2021年终于要结束了，这一年可谓是人民海军的丰收年，一年的时间服役9艘盾舰，可谓是前所未有，也创下了海军接收战舰的新纪录。不过有喜亦有忧，喜的是海军经过将近10年先进舰艇大量填充的快速扩张，在数量上已经基本满足了现阶段海军的需求，质量上则是后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从2022年开始的以后的一段时间以内，以往那种一年下饺子数艘盾舰的场面我们不大可能再看见了。明年服役的盾舰可能只有4至5艘，而且目前也没有任何在建盾舰的消息。也就是说，明年这几艘055和 052D 服役后，后续海军服役的驱逐舰不会像过去那样造船厂年年下水，年年服役了。可以说，通俗意义上的下饺子已经止步于今年，海军摁下了减速键。因此有不少网友疑问，明明和美国海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为什么在此时这个关键时刻按下减速键呢？虎哥认为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常常被忽略的，这就是建造舰艇的性能问题。众所周知，前文提到过的舰艇数量扩充是海军目前的需求使然，主要是因为目前服役舰艇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设定的标准，数量上解决了，就该解决质量上的问题了。而在我海军占据半壁江山，目前现役的主力舰艇 052D 和 054A 这两型舰，虽然在部分性能上与美日海军的主战舰艇并未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在综合性能上还存在种种的不足。首先是海军盾舰主力 052D。 052这个系列的驱逐舰从90年代到现在，说实话其舰体的所有潜能已经快被挖掘完了，主要是 052D 和 C 的动力系统早在之前的052前型号上就已经彻底的定型了，再升级也已经到了极限了。以这种舰船动力支持346以上高性能雷达已经是略显吃力了，如果未来安装更先进功率更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那么以现在的这个动力系统功能的标准来看，是明显吃不消的。而且在单舰火力上， 052D 不论是和美国的阿利伯克还是日本海自的爱宕宙斯盾舰相比，垂发单元的数量还是太少，仅为64个，这基本上和美日的96个差了至少1/3，也极大地限制了 052D 火力的发挥。因此从目前 052D 暴露出的种种缺陷来看，虽然在现阶段 052D 是一款非常优秀的驱逐舰，但是在未来已经没有留得下足够改装的冗余了，在一些技术上已经不能持续的领先，而且也不能适应未来中国海军远洋作战的需求了。再说目前大量装备的海军另一型主力舰 054A， 这种舰艇的雷达系统已经稍显落后了，甚至不如出口巴基斯坦的单面大平板。382面对美国新型隐身反舰导弹时的态势感知将大打折扣，而且 054A 的速度最大仅有28节，这个速度可以说是海军大型舰艇里面最慢的，连整个舰队的航母都赶不上，人家航母速度都30节呢，这要是在战时就是致命的。这几个问题也决定了 054A 不可能成为未来远洋作战航母舰队的伴随舰艇。结合以上舰艇出现技术和性能的问题，这两舰势必要进行新一轮的升级和改造试验，如 052D 的动力系统和舰体体积是不是要换装和加长，武备系统是不是要增加，甚至是最先进的055是不是要加装新一代的定向武器和电磁炮进行测试，以探索下一代驱逐舰的发展。因此这些新舰艇将作为能够适应新时代海军需求和下一代主力舰出现前的过渡舰艇使用，所以才出现下饺子暂停的情况。而后续随着全新改进适合海军需求的新式主力舰艇，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和测试工作后，海军舰艇下饺子的任务自然将会重新开始。
因此此次停滞没有网上一些人说的那么玄乎，按下减速键无非就是升级读条，为将来大批量建造更先进的战舰做准备，日后发展将更加精益求精。要知道这还远远不是终点，海军也不是全员盾舰，其中还有11艘非盾舰，将来主力战舰的冗余还多着呢。所以大可不必认为中国海军的盾舰已经达到了装备上限，就目前来看还差得远呢，未来势必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